最近港股涨了好多，今天我们会探讨一下港股能买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也会看中国内房，中国和美国的关系，99.9%的人都没有看到它的深远的影响。为什么黄金会又涨到最高呢？之后还会不会涨呢？它的根本的因素还有没有呢？那首先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一次港股反弹和上一次反弹两个有没有相似的之处，有没有不同点，然后来推测一下这一次还能涨吗？在2022年的10月底，我记得胡锦涛被请出去的时候，哇，那个时候港股是跌得不得了，后来一下子涨到了农历新年前后，涨的是超买的不得了啊！如果大家看这张图下面那个指标叫 RSI 相对的强势指数，它代表什么呢？如果是超越了70，就是代表市场短期内是超买了，买的人太兴奋了，买过头了，不代表它会马上跌，特别是如果它是在牛一的时候，它不会马上跌，所以不要一看 RSI 70了就要卖，牛二的时候可能是要这样的，但是牛一的时候，因为牛一之前是熊三，也是跌过头的，所以我们看到2022年的10月份的时候 RSI 是严重的低过30，而且是低了好几次，所以当它反弹的时候也是反弹到了 RSI 超过了70，而且是完全超越的啊。所以这一次我们也看到港股现在的 RSI 也是超过了70，而且是严重的超过了一段时间了，所以很多人不懂RSI 到了70了是不是要卖了？你卖早了就错过了难得的牛一这么大的一个牛市，所以千万不要错过机会，机会成本是最贵的，很多人看不到机会成本，富人一定是看机会成本的，所以不要太早的获利离场，我们要把握这么难得的一个上涨的机会。所以上一次5月5号的时候，我是大锣大鼓语重心长的告诉大家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地利人和，千万不要错过港股这一次这么好的时间，这2个星期啊也是涨了蛮多的。我们看回上一次牛一的时候，就2022年年和2023年年初的时候，当时涨的是从14000点涨到了23000点，大约是涨了9000点，大约是涨了60-70%。那这一次我们刚才看过，从1月底到现在只涨了32%，所以两个来看呢，这一次虽然感觉港股是全世界表现最好的股票，其实跟上一次来比的话，还没有上一次涨得多，上一次是超过50%的，所以大家不要感觉香港涨了好多了，经常会发生的啊，不是不会发生的啊。当然每一次牛一的涨的因素都是不一样的，你不能说上次涨多少这次就涨多少。那上一次为什么会涨呢？首先上一次跟这一次有一些共同的地方，就是之前跌过头了，跌了太多了，市场是太悲观了，远远的低过了它应有的价值，所以呢一下子反弹的时候资金回来了，买便宜货嘛，就像超级市场或者百货商店打折打半价打4折来发售，大家就进去抢东西了，因为你买晚了就贵一点了，买早了就打折便宜一点，所以这样一开闸的话，大家进去抢东西购买，所以这一次和上一次都是涨得非常急的，这就是牛一的一个特征，就是因为熊三的时候跌了太过头了，所以牛一涨的话会涨得非常急的，这也是我在 GNT 1月26号的时候就讲，这是一个报复性的反弹。第二个相似的地方呢，当时中国终于结束了它的风控清零政策开放了，所以呢大家是憧憬着中国的经济会反弹复苏了。后来为什么又跌呢？我们也要小心，为什么港股这一次会不会像上一次一样涨完之后会跌呢？上一次后来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之前是憧憬中国的开放了，所以呢经济要复苏了，结果后来的中国的经济是比原本的要差很多，那个复苏没有想象的那么好那么强。事后看回有2个最大的原因，第一个，美国或者是全世界的供应链正在分散，不再依靠中国一个国家生产，因为通过了新冠疫情风控包括俄乌战争之后，他们想要分散多元化生产地，无论是逆全球化去中国化。第二个当然也是正好配上美国是全力的制裁打压中国，很多东西都是摆明了找中国企业的麻烦，包括最近这些电动车等等的关税，所以这一个美国针对中国的因素这一次是相
相同的，所以我们要小心。一会儿我们会讲不同的因素啊。后来跌下来，这个第一个就是中国的经济没有事先想的那么好。第二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没有想象到的就是内房，恒大暴雷了，碧桂园也停牌了，很多的楼开始停滞了，保供楼嘛，他们的建筑啊什么都停止了，那些内房债券有些是不少的暴雷了出现了。那为什么到2023年才出现呢？因为之前新冠疫情啊整整啊好多东西都打乱了，所以呢这个问题是延后了，本来应该爆发的是后来才爆发，因为新冠疫情什么都是暂停了，到了后来人家去法院告你啦，要追钱啦等等等等，所以2023年中国的内房是继续的往下跌，是更差更惨。人家本来想象新冠疫情过去了，内房是不是要涨了？那我之前也在不同的 YouTube 视频里面也讲过，房地产的惰性很大，那个 momentum 有一个很大的滞后的效应，不是说马上经济一好房地产的价格就会好，跌的话会延续继续跌，涨的话会继续涨，所以 momentum 这个动量 inertia 会很足。这两个因素呢使到后来港股不是太好啊，再加上第三个因素，美国在这一段时间还在不断的加利息，那美国加了利息，美元强劲使到在香港收人民币赚人民币的中概股，他们的盈利啊折算到港股港元或者是中概股美元都会相对是少了一点，所以在美元强劲的情况下，港股和中概股是又在往下跌了。这三个原因使到上一次涨了60%的港股，结果就往下跌了，跌到了今年的1月份的时候，又差不多回到了2022年的10月份了。但是呢，虽然没有2022年的10月份低，大家记得2022年的10月份中国还在封控清零，还有很多的商业活动是完全停止的，香港也没有重新开放，基本因素是真的改变了。所以这一次上涨的话，我个人觉得第一个上一次涨的比现在还要多，所以这一次应该还没有涨完。第二个，之前使到港股下跌的3个原因当中，美国加息现在应该已经加到顶了，还有就中国内房现在已经是下了好多的猛药，一会儿我们会看一看中国内房现在我觉得是问题应该是差不多结束了。还有一个不知道的事情就是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我们一会儿会讲我个人对中国和美国关系的看法。我们讲到中国的内房，其实中国内房呢，之前我就不断的有讲过几次，特别是最近一次是在3月29号的时候，在我们的内部的 GMT 里面也有讲过。那中国内房好像是要复苏了，但是呢，当时还是有很多的企业啊被债权人在告有倒闭的可能。那这个时候我们还要风险管理，要看看哪一些是比较安全的。所以当时我讲过，中国政府啊一定要把内房房地产搞好，因为整个经济全世界都是一样，房地产占了整个 GDP 的30%左右了，特别是在中国内地，房价一直往下跌，会有社会动乱，会影响到普罗大众的生活，而且他们房价跌了之后，消费的意欲会低，投资的信心和消费的信心都不足，这个对还有剩下的70%的经济都会是非常的不好的，所以他一定要救这一个房地产。但是呢，房地产就是有刚才我讲过的那个惰性很强的一个特征，它的滞后效应很大，你给它下了一些政策作为猛药去救房地产，涨的时候你下了限购了、限贷啦、3道红线了，也是继续涨，因为它有这个惯性。那跌的时候也是一样，你给它救市的政策出来，它还是往下跌，继续往下跌，也是往下跌了2-3年。中国的救市的政策其实从2022年、2023年就已经开始了，一直在跌，跌到2020年。但是我们要相信房地产到最后一定是政府能搞得定的，因为第一个土地供应是政府控制的，第二个买楼要借钱，借钱是政府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再通过银行货币政策可以提供的，再加上什么税务啦、户口啦，总之是搞得定的，只是中间有一段时间。而且呢，这个药好像没有反应啊，再下一次药，再下一次药，下了越多的药之后，所有的药性出来的话，房价一涨谁都去抢着买，跟港股一样，港股跌的时候便宜的不得了的时候谁都不敢买，一涨的话现在好多人都在问我这个能买吗，那个能买吗？所以呢，之后的无论是内房股或者是那一个房子也是一样，会反弹的很快。另外一点啊，我经常也说股价
价是领先房价3到6个月的，之前是跌的太多了，最近这1个月中国内房股的股价也是涨了好多，世茂、隆昌，包括就算稳健一点的越秀、中国海外也是涨了好多，差不多所有的中国的内房股都是涨了好多了。除了碧桂园停牌之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个人觉得中国房地产利好的政策还没有完全出完，每一次出来股价会反弹一下20%、30%，现在都是涨了20%、30%这样涨的。那如果它继续以后有利好的政策出台的话，那这些内房股也有可能会继续涨上去。当然也有风险啊，如果这个楼市救不活，或者又有什么倒闭的消息出来了，有可能又会跌一下，所以风险也是蛮大的。但是我个人觉得港股未来利好的消息也是不少，尤其是内房，我觉得未来还是有的一些看头的。那能不能通过内房，还有一些包括电子商务的公司公布了业绩，这些电子商务的业绩还算不错，其实不是太好，我个人觉得可以更好的，但是也是因为之前是想象了太差了，或者是股价太低迷了，连阿里巴巴都涨了不少。我经常说有很多公司比阿里巴巴好，但是连阿里巴巴都涨了不少的。所以看到啊，欧美这些资金机构投资者，他们没有我看的那么仔细了。作为一个外国人的资金，他们能买的就是阿里巴巴啦、京东啦，所以最近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欧美投资者都是在阿里巴巴啦、京东啦买了不少，这2只公司的股价也是反弹了蛮多的。那讲完了这个之后呢，我还是觉得啊，现在的好消息就是，就算港股涨了30%了，当然最好是1月份来买了。1月份你们在 GMT 里面的话，现在已经是赚了不少钱了。我最近看到有些同学都来告诉我，好多都是比我赚了多60%啦、70%的回报。现在虽然是涨了不少了，坏消息就是不能随便买了，随便买的话有可能会回调的。如果要回调的话，那涨多少回调的空间，跌回这么多，跌到1月底了又觉得是抄底的一个价格了，但是从现在跌到1月份那个价格的话，也有30%左右的空间可以跌啊，所以风险是有的。但是呢，现在的好消息是什么呢？如果大家看右面这张图的话，现在第一个，港股因为之前是跌了太便宜了，所以现在还是涨了之后，虽然没有以前太便宜了，还是便宜的，就算跟日股来比，跟美股比，跟 A 股比。第二点呢，你看这张图的话，之前我们讲的时候是港股是在爆破阶段的绝望的阶段，后来呢，我大锣大鼓说现在大户在买了，在隐身阶段，因为他们买的话我们是看不到的，只会看到坏消息，因为大户在买，聪明钱在买的时候一定是最多坏消息的时候，所以不断看到坏消息，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在慢慢的我们也在买，也是聪明钱。到后来你看到了现在那些 Michael Burry 大空头的那一个基金也买了阿里巴巴啦、京东啦，好多其他的也在开始买阿里巴巴或者中概股了等等。那现在媒体开始报道了，很多的散户开始感兴趣，开始问中概股了，开始问港股了。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是 media attention， 这个传媒开始留意到了，还有 enthusiasm， 散户开始，大众开始感兴趣了，开始非常有热情了。好消息就是虽然它已经是涨了一点了，没有以前那么便宜了，但是你看之后的那一个涨幅那幅图的蟹度，前一阵子是需要很大的耐心，好像买了都不涨，到后面是开始越涨越快了。大家记得一点，就是涨的股票越多人想买，跌的时候谁都不想买，再等等啦，珍惜生命啦，远离港股啦。涨的时候还能买吗？现在可以买吗？能不能买吗？又涨了快点买。所以这是人性，更多的人会有 fear of missing out， FOMO， 怕买不到了，这个时候冲进来的话，后面可以涨的是更快。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中俄关系呢，他们出了一个联合声明，我觉得对世界的影响力会是非常的深远。因为我非常喜欢看历史，我非常喜欢看整个世界经济学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中俄联合声明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大部分99.9%的人都没有看到它的深远的影响，所以大家也可以作为见证。那首先讲一下他这一次为什么会这么高调的来做一个联合声明。之前布林肯访华的时候是严重的讲了好几次，你们在支持
持俄罗斯，有货品卖给他，还没有说军事援助了啊，已经是在说，你们再这样支持俄罗斯的话，我们要金融威胁你，切断你用美金，切断你用 SWIFT， 我们要进一步的制裁。再包括之前的耶伦访华的时候说，你们产能过剩，其实是为了铺垫之后的美国加关税，在电动车啦、清洁能源啦，他所指控的这一个新能源的层面大幅度的加税，还有那个理由。那我警告过你了，你的产能过剩了。当时我们已经分析过，中国是不可能来满足你这些指控的。难道叫这些私营的企业把产能关掉吗？把这个工厂关掉吗？不可能的。也就是说，耶伦先指控你，知道你做不到，马上美国拜登就通过了大幅度的加这些关税，然后布林肯来说，我们支持俄罗斯。现在美国对 TikTok 又要强的抢，然后又要在药明生物了、药明康德了，完全就是审也不审理，就说你是偷他们的 DNA 的资料了什么了，把你列入黑名单，就是给美国所有的企业8年内要断掉跟药明生物、药明康德的商业的合作，完全就不讲道理的一个行为。所以呢，中国现在就觉得我对你礼貌，对你客气，当然也不是最客气了，但是相对到现在为止这么礼貌和客气，还是受到你的处处的打击。那我现在也不装了，我们就公开吧，摊牌吧。我跟俄罗斯，我们这么多年来都是最好的朋友，以后也是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多一点深度的合作。而且这一次的公开的声明里面是公开了美国这个不好，美国那个不好，美国冻结人家海外的资产不好，打仗把人家打烂了，要对人家阿富汗的那个重建工作要负责任，美国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所以是从头到尾都是针对的美国。早一次的时候，特朗普针对的中国说啊，中国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当时就说，哎呀，大家就算吵架见了面还是要客气点，私底下讲还是可以，要公开讲的话，事情糟糕了。那我们看到从特朗普到现在拜登，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是差了不得了。那现在呢，是中国公开场合，包括王毅公开讲，包括习近平也公开讲美国霸权等等等等啊。现在这个谁对谁错，每个人都自己去判断了啊。但是呢，很不幸的就是两国领导人公开的这样来讲，个人觉得是下一步会互相的升级。你这样制裁我，我这样制裁你；你这样再制裁我，我这样制裁你，或者是你这样制裁我，我这样跟俄罗斯更加靠近一点，更加靠近一点，你更加的制裁我，我感觉到我更加需要俄罗斯绑在一起，我们一起来联合对抗美国。所以这一次中国跟俄罗斯高调的公开说老朋友好朋友，我们一起来对抗美国，是被美国逼到一个穷路里面的。我处处没有留一手，所以中国到现在说我也不跟你装了，我们就摊牌吧，反正也是做好最坏的打算了。那除了这个呢，台湾也有新的领导人了，台湾还是要看美国的指示的，不断的在升级上去之后，会不会有一天中国就说我就是公开出兵支持俄罗斯打乌克兰了？这个我想象的，我不是国家领导了啊。美国打个电话给赖清德了，哎 ，Mr. 赖就这样吧。那 Mr. 赖就这样了之后，会不会在台海方面又有一个更大的局面的紧张和军事的事情发生？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越来越大了啊。只能说希望它不要发生，但是越来越大了。无论是打不打仗，在金融的对抗和经济的脱钩方面，也有可能的啊，对股票市场呢带来严重的这个影响。但是啊，又说回来了，其实人都有主观的意愿的 confirmation bias。如果不看好中概股、港股会被美国打压了要走的，这些人老早已经走了，过去3年已经走了。现在进来的资金，我们之前也分析过，是国家队，是中国啊，包括有一些还是看好中国经济发展的。就算没有美国人，中国经济包括现在便宜，我做一个长线的投资者，中国未来的经济没有这么差，还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增幅或者复苏的。所以呢，现在是两批人，我个人觉得事情的发展是有很大的风险不明朗在里面。但是呢，现在买
买起港股的人并不是以前对港股悲观的人，所以这一帮人未来的资金，包括国家队有没有继续的资金进来把港股推上去，我个人看到目前中国大陆的资金还在加速的来到香港，散户对港股的中概股的一个热情也在加速，这个资金短期内还在增加，所以呢也不要那么快的说 party is over 啊，但是我们也要密切的留意下一步两国之间互相的有下一步什么样的东西出来。很奇怪哦，美国给中国的加关税没有影响港股，还是继续的涨，那下一步又有怎么样呢？我个人觉得这是最大一个风险，而我们要看一看在哪里有一个客观的市场的信息能够来支持我的一个担忧呢，就是在真金白银的价格里面。真金白银的价格里面呢，黄金最近又是创了高位，没有历史新高，有了一个回调，那时候是以色列和伊朗非常紧张的局面，后来以色列和伊朗不打仗了，下来了，但是现在又在上去了，白银的价格也在上去了，所以我觉得为什么会上去，就是国家的层面的央行或者是国际的投资者都看到，之前我也解释过，美元是个危机，美债是个危机，而如果美元和美债背后少了中国央行、中国资金的支持，或者是中国央行带头去美元化，这两方面要对持嘛，要对抗打仗嘛，金融战争如果发生的话，不要再问我了，美元崩溃人民币会好吗？解释过10000次了啊，不要看人民币，不要看日元，看的是黄金，看的是白银，就算我个人不喜欢的比特币也告诉了大家，现在我担忧的事情正在发生。那最后呢，如果你还没有加入 GMT 的话，那就加入吧，因为我们 GMT 将会在6月停止收新生，如果你不想错过，就像刚才七爸爸说的这个机会成本的话，那就赶快加入吧，把今天的视频分享出去哦，我们下次再见，拜拜。